有睇過我之前講海鷗陀飛輪條片嘅話啦，都知道我有平玩三大功能嘅目標嘅。而今日啦，想介紹嘅呢一隻腕錶就係我平玩三大功能裡面嘅第二彈，平玩月相萬年曆啦。我手上面呢隻咧就係 Frederik Constant 康斯登嘅 High Life Perpetual Canada Manufacture 型號 FC775N4NH6B， 41mm 直徑啦，厚度係大概12-13mm， 不鏽鋼嘅外殼，50米防水，藍色嘅錶盤，人手打磨嘅指針同埋 apply 嘅 index 咧都有幾靚嘅夜光㗎。酒桶型嘅外殼，錶殼嘅打磨啊都相當有水準嘅。咁把的上面有佢 logo 啦。咁呢啲窿窿啦，就係要嚟督調校呢個日月星同月相嘅。再望下呢條不鏽鋼嘅錶帶，咁係 H 字形嘅錶帶啊，側邊拉絲，中間拋光嘅。咁佢打磨嘅做工啦，咁同錶殼一樣啦，都係咁順滑嘅。雙接脫扣啊，有康斯登嘅 logo。咁康斯登呢亦都追上咗市場嘅大趨勢啦。錶帶入邊呢都加入咗快拆嘅功能，咁只要推動呢兩粒蘑菇頭，咁就可以好容易咁樣將條錶帶拆出嚟。咁樣呢就可以好容易咁樣輕鬆更換佢原廠附送嘅另外一條藍色膠帶啦。咁襯返佢藍色嘅錶面，咁可以配合到唔同嘅場合同埋唔同嘅需要去佩戴啦。咁透底嘅設計啦，可以見到佢呢個 FC775自家嘅自動機芯，係康斯登自己研發嘅自家機芯嚟㗎。咁金色嘅自動舵啦，好突出，亦都好靚咯。機芯有日內瓦嘅波紋同埋魚鱗打磨嘅修飾，咁都有一定嘅觀賞性㗎。振頻28800，38小時嘅動力儲備。咁曾經呢睇過康斯登嘅一個 Technical Director 嘅訪問，咁內容呢講到佢係點樣去降低成本啦，去做一隻佢聲稱可以負擔嘅奢華萬年曆腕錶。第一呢，就係去除不必要嘅組件啦。咁佢依家呢款錶嘅組成啦，組件數目已經係最小化㗎啦。咁佢聲稱咧，再掹走任何一件組件啦，其實呢個萬年曆都已經係唔 work 㗎啦。咁第二咧就係減少個 finishing 啦，甚至將個質素降低少少。咁當然訪問裡面佢就話唔會妥協啦。如果將產品嘅質素降低啦，就唔可以保證萬年曆嘅功能啦，可以終身使用。咁試問一隻萬年曆腕錶，如果用上3-5年就出現毛病嘅話，咁呢個萬年曆仲有咩意義呢？第三啦，就係康斯登所選擇嘅路線，就係咧研發出一款可以畀
每一位嘅鐘錶師傅啦，都好容易咁去組裝嘅萬年曆機芯。要知道傳統嘅萬年曆機芯組裝啦，都需要有20年或者以上嘅經驗嘅 watchmaker 去進行組裝之後嘅調校同修飾嘅。咁依家佢可以去僱用一啲經驗比較淺嘅錶匠去完成組裝。嗱，只要將部件逐一裝嵌啦，好似砌 LEGO 或者砌模型咁樣，咁啊唔需要之後再去做調校或者修飾，就可以令到機芯精準咁運作，咁係有效咁樣降低成本嘅。除此之外咧，訪問之中亦都有提到，好多人啦對萬年曆腕錶卻步嘅原因啦，就係怕調校萬年曆，怕調校嘅時候會整壞個機芯。有兩種操作啦，好容易會令到舊式嘅萬年曆腕錶嘅機芯出現損壞嘅。第一咧，就係喺近午夜嘅時候篤呢啲窿窿去調校日期咯。第二就係將時分針逆時針咁轉動。咁而康斯登啦，聲稱喺呢隻腕錶喺呢個 FC775嘅機芯上面啦，就已經解決咗呢兩個問題㗎啦。嗱，咁可以再欣賞下佢嘅錶盤啦。12點位置就係月份啦，同埋閏年嘅顯示。3點位置啦，就係日期啦。9點位置就係星期。咁6點位置啦，就係個月相圖啦，同埋佢個 logo 啦。嗱，講到佢好似性價比咁高咁樣，其實都唔係冇缺點嘅。以我嚟講啦，第一個缺點就係冇秒針啦。對於萬年曆腕錶嚟講啦，我覺得最麻煩就係佢停咗，當冇鏈停咗嘅時候都唔知，咁可能過得一段時間又要再調校咯。咁第二就係佢只有38小時嘅動力儲存，即係連2日鏈都冇，咁實在係太少啊！放低隻錶1日半就冇鏈，咁萬年曆喎，成日都要校錶，校萬年曆錶真係有啲煩。第三啦，呢個就係我個人嘅問題嚟嘅。咁雖然佢錶徑41mm，咁其實成個錶盤啦上面都好 busy 嘅，但係字盤上面嗰啲字咧真係對我嚟講太細啦。讀日期、星期對於老花嘅我嚟講啦，都比較吃力。咁總括嚟講啦，如果預算10萬蚊港幣以下，想玩瑞士嘅萬年曆腕錶啊，其實市場上可以買到二手嘅 IWC、積家、雅典萬年曆腕錶，但係咧我就揀咗呢一隻康斯登嘅 High Life Perpetual Canada Manufacturer。整體而言啦，呢個價位康斯登真係俾足晒真材實料嚟嘅。咁靚嘅錶殼錶帶打磨啦，實用嘅3大功能之一萬年曆，仲要有咁靚嘅自家機芯，錶帶仲要有埋快拆嘅功能。最重要係呢個品牌啦，喺買嘅時候仲可以有折扣。話依家買隻新錶好難得，仲可以有折扣咁爽嘅。今日咧就好開心可以分享咗我平玩3大功能裏面嘅第2彈，平玩月上萬年曆嘅 Frederick Constance High Life Perpetual Canada Manufacturer。如果大家
都鍾意呢隻月上萬年曆腕錶啊，麻煩 like、subscribe、share、comments 啊！希望下條片可以再見到大家啦，拜拜。